Hello，大家好。这期的话，我们来看新赛季的雷克顿鳄鱼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荒漠屠夫。这里的话，这局是对线武器的，所以打武器的话还是得一套一套的打。你可以看到他带的3率是骸骨加上那个无效法球嘛。如果打那种特别肉的，可以带那个恢复之风、复苏之风，有持续回血的能力。这里的话没有拉出来他的反击风暴，那问题不大。像左边的推荐出装的话，核心是3项和那个聚合，但他为什么第2件选择做复活甲呢？其实就是为了团队对中期团战的时候去为队友争取经济。这里的话不着急，对面肯定是先升3的。这样的话3级 W 咬住，但没有 Q 到红怒 Q， 没有 Q 到的话就有点小亏，但换血已经是赚了的。像异技能的话，其实鳄鱼并不是太害怕武器的反击风暴，但打诺手的话就得交 E 去躲他的 Q 技能，外圈 Q。这里的话直接引燃打断，因为他肯定会预判那个，如果你敢上去平 A 的话，他肯定会开反击风暴嘛。那这里的话直接接大招，一刀秒掉。这武器的话细节很多，但你可以看得到，引燃直接把他那个局给破掉了。打野的话也把对面的千珏给秒掉。你可以看得到，如果你刚刚那一下 A 出去了，他直接就是说直接开反击风暴，反打的话。你有大招，有可能并不可能，就是并不好去杀掉对方。然后在他交完引燃以后，拉出他以后，对方是立即选择是去做清兵线，然后让自己速升，快看有没有机会升5级。但后面发现是兵线太多了，也不好清，没那么快。这里对面打野来了，这样的话就必须得往后退。像打武器的话，做吸血鞋的话很容易打的。在被单杀以后还能吃到，就是能打出这么大的优势，说明对面这个武器其实玩的还不错的，估计也是国服的武器。但这局的话，为什么没有想做吸血仙呢，而是做铁板仙呢？是因为如果做吸血仙的话，对面打野来其实是扛不太住的。因为对面也是 AD 打野嘛，这样的话对面打野不在了，只要漏了视野，那你就可以去尝试压线，扩大自己的状态。这里的话再把镀层吃一吃，武器回家了再出来的。那这里的话对面打野不在，直接可以过来这边断线，提早自己的一个节奏。直接溜，不要跟他贪。
他如果追过来的话，对面肯定得掉兵线，那你就拖住他就行了。哎，这里的话他真过来，有大招的不怕，留意技能往后拉，跟他打到底的话是肯定是不好打的。你看他这样的话就可以，对面就肯定是亏兵线了。这里面武器的做法就比较急了。啊，这里的话3项做出来了，那可以转做吸血鞋了都。这样的话，对面的武器得挂了。他也想来尝试断线，但鳄鱼前期啊有优势，你还敢这么玩？那这样的话，他死掉了。感觉对面的武器应该心态有点变差了。这里的话，直接过来扛着塔把兵线一断，节奏加速。这样的话可以快速回家啊，或者说把这个塔给收了啊，这样选择不贪稳一点的做法啊，但还是选择做铁板鞋，选择做一件重伤，限制一下对面的回血能力。这里的话，这就是前上路已经拿到优势了，这时候就得观察队友的一个动向了，看队友会不会玩。会玩的队友的话，那这局的话就可以选择偏功能型去玩。如果说队友不行的话，那你就要出 C 的装备，这样第2件复活甲就肯定不能这么出了，而是要做一些，比如说鳄鱼的话可以做那个破败。这里的话一路追着武器 A， 等他下一个反击风暴怎么交出来，留一个 E， 等追，对面直接交闪，但闪的话是啊先锋大龙坑这里啊 E 技能拉脱了，那这样的话被他跑掉了，没办法，这边是省了一个闪现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先锋和小龙都有了。这武器的话，太会偷发育了。这里的话，南王没有大招的，必须得进场。这局没有前排，所以要做肉装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选择。不要着急。这里的话，立滴不要太着急的去交易，因为对方的话拉扯能力还是很好的。这里回头找对面的武器，射手的位置很好的，但武器有大招不太好秒。蛮王的话，哦，这里吃到巴特的 Q， 这样蛮王有大招的。这里咬住对面的打野上来，对面打野直接交大招的话，留了一层 E 的，哎，但是 E 已经没了，只能那这样的话，对面的巴德拉扯的太好了，如果没有对面的巴德，对面已经炸了。这里又吃到对面巴德的双层 Q， 巴德一直接着平 A， 又 Q 中，出大事。对面的巴德玩的太好了，那算是没，但是有点小亏吧。对面的经济拿人头拿的比较多，然后塔的话是被对面3路塔都推掉了。虽然说晋这个英雄哈。前期的话偏功能线，它伤害并不算太高，爆发还是太低了。这样的话发育有点落后了，队友打团的能力好像没有对面强。
这里面对面是菜刀队，所以不用太害怕。哦，这里的话选择先做聚合。哦，不是，先做个那个锤子，有技能级数，然后有攻击力加成嘛。这里闪现上来，咬住对面的射手。啊，吹起4个，吹起3个，但不敢接，接了的话也是必死。这里直接扛塔，把对面1塔给收掉。那这样的话，小龙是有了。这样的话，对面压力其实是蛮大的，因为这边有一个鳄鱼，而且是有又肉又痛的那种鳄鱼。这里武器反击风暴开出来，往他跳的方向去预判他的Q 的那个方向。对面巴德的大招过来，往后先拉扯，因为对面射手5个人都是在的。双射手这种体系的话，伤害还是蛮高的。特别是巴德，但这里面有鳄鱼这种顶级大前排，对面根本招不住。好，这样的话直接接管比赛了。哦，这里面的话，他不是先做复活甲，他只是做了复活甲的其中一个小件。回去，然后直接做蓝盾，因为对面是菜刀队嘛，所以蓝盾的收益是特别高的。对面3个英雄是那个物理暴击嘛，减少对方的爆伤，这就完全够了。而武器的话，这里来找，但没有拉开。这里巴德在这里，直接把巴德给做掉。那对面没有了巴德，其实对面最会玩的就是巴德。武器的话也是玩得很不错。这里E先拉开，但直接 Q 跳过来，拉扯一下他，因为没有大招的。可雪的话是没有骗到对方，对面还是很警惕的。那这里直接回家。这武器你看得到，他队友就是对面再劣势，他都还是能起得来。这个塔的话，还好鳄鱼来了，不然都根本推不进去。主要是莫甘娜残血，这里的话还把阿狸的闪现给打出来了。这样的话可以尝试来逮捕这个武器。往这边拉，对面直接跳兵跳走，那这样的话就没机会了。直接回家把蓝盾给补出来。哇哦，这个射手的话打得很好。这里武器的话，对面有混兵线的，跳了一下的话，其实完全追不了了。除非对面选择在塔里面回家，应该不太可能。直接强拆这个塔。那这里面的话，优势其实来到了胜利天平已经来到左边。2条小龙，等拿到龙魂，再拿1条大龙的话就可以了。这里莫甘娜在家里管过来的，所以有点慢的。这里蛮王给了大招上来，直接咬住对面的打野，秒掉，不给他开大的机会。
这里的话估计没有这兵线太好清了，还是没办法的，没办法一波，还是得去拿小龙和大龙，直接拿大龙也可以，因为大龙更快。这样的话，对面射手快复活了，其实不好打的，直接去拿大龙，拿完大龙的话转小龙。直接大招开，秒得快一点。这蛮王还是有点小贪了。这里的话，惩戒。这里的话，直接把那个小剑给卖掉，补个复活甲。其实补一个破剑者也很好，因为现在有2路兵线嘛，给对面的压力是很大的。就破剑者有一些英雄，你们看什么情况出？像为了团队更好的做推进，其实你做一个破剑者上高地以后，2路兵线的那个破剑者效果其实很舒服的。但这里的话，优势够大，所以给他们对面武器，对面武器玩的其实很好了，但队友并不是很好，还是棋差一招啊。那这样的话，可以直接把这个水晶塔给点掉了。好，那这一期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